我是落雁树。褪去所有皮毛的防卫，回归我们原始的纯粹，切掉神经，没心也没肺，不用社交，这样的我美，它能提醒我黑暗撤退，退化眼睛，用痛找同类，就让我们愚蠢又敏锐，更加警惕，此刻出击，喂，怎么灵疼的找寻什么？谁不是在孤独中穿梭？怎么灵疼的找寻什么？找笑容，找快乐，找忘不找自我。啦啦啦啦。皇天不负有心人，这么多年，你竟然躲在这里！你谁呀？干嘛呀？哎，怎么了？这能力越来越不服管了。这怎么还卡顿了呢？没想到我们一家3口都到了地球。说，20年前为什么要逃跑？你说话咋卡痰了呢？说，你想干什么？说啥呀？说，我说啥呀？你都是问我呀。装傻是吧？又动什么歪心眼呢？我哪有歪心眼啊？我现在只有歪脑袋。我跑步怎么还能落枕呢？保养的这么好，不应该呀。地球人，认错人了。那你跑什么呀？那时我突然想起来，今晚要去帮人遛狗，那狗发情的叫声跟那卡痰的声线很像。好端端个孩子，干嘛非得长张嘴？能动吗？太吵了，我没说话呀。你脑子里溅的水声太大了，赶紧走吧。等一下，我还有个小问题。你是外星人，你要找的人不会是我爸，你不在吧？土，这还用测吗？这还都土。第一次同时出现加和减，说明他既是地球人，也是外星人。没错。既然被你看穿了，那我就大发慈悲的告诉你，我就是英俊又潇洒，可爱又迷人，全宇宙独一无二，拥有双重基因的混血王子。你猜？哎，咱俩玩一个选择类的游戏呗。咋玩啊？听着啊，说高10厘米和瘦10公斤，你选哪个？瘦10公斤吧。为什么？我再高10厘米，我就比你还高了。我也1.78米的，你不1.74米吗？穿上鞋不就1.78米了吗？男人，工资要说纳税前，身高要说穿鞋后。
行，我也给你出一个。如果秃头是你的宿命，那你会选择秃前面还是秃后面？秃前面。为啥？必须秃前面，最起码我能跟人说我是一个前凸后翘、厚肌薄发的一个美男子。2选1啊，我的脸，吴彦祖的身材，吴彦祖的脸，我的身材，你选哪个？你这有点难选啊。不好选，我还是喜欢原装的。哎呀，你这么会说话？那当然了，吴彦祖的完美是不可分割的。哎，我还有一个，我是全球通缉犯和我是外星人2选1。通缉犯？为啥？这样我就可以带着你全球逃亡。全球逃亡。从窗户走。发现通缉犯及同伙，一个男的，身高174左右。那我要是外星人呢？那不行。为啥呀？那个异形，还有那个克罗佛档案，第9区你都没看过吧？那里边的外星人又恶心又吓人。我跟你说，你能让我在外星人还有通缉犯之间做选择，那就证明你根本就不了解外星人。那你可能也不咋了解我。我小的时候特别喜欢研究这个地外文明还有外星人，后来越了解越发现特别的恐惧。哎，我是保守派，不建议进行第3类接触。那么说，你妈妈去世以后，你爸又消失了？就在1年前，我怎么都找不到他。打一枪换一个地方，这种人在地球上有个名字，渣男。那我爸这个岁数，他不会死了吧？你说像我爸这样的外星人，他死了以后会变成什么呢？死渣男。不过很可惜，他死不了，因为我们的寿命比地球人要长3倍。哎，你是怎么知道自己的身世的？我爸走之前给我留了一封信，我随身带着。还挺厚的，看来想跟你说的话挺多啊。儿子，我走了。对了，我是外星人，你是混血，就这。就这啊？你信了？信了。难怪从小别人都说我不正常，我必须不正常。我是外星和地球的混血。那个，你爸都说过我什么呀？他没提过你。狗东西！您恨我爸，恨就是爱，说明您爱他很深呢。呸！我们母星球根本不需要感情，都是大数据匹配的。当时我们俩用机器子宫孕育了一个小女孩，签订契约呢是把这孩子养到5岁再交给政府。但是第3年你爸就消失了，还卷走了我所有的钱。你说过分不过分？太过分了！我有一个同父异母的姐姐，我爸居然都不告诉我。这不是重点，重点是违背了契约。你爸有没有给你留下点什么值钱的东西？当然了，我爸给我留下了一个比赛。地球上有句话叫父债子还，那他欠我的钱，你给我还钱，
我还。上次的大外地开起来还行吧？有空的话，顺道来吃兰博基尼。我得先走了，明天我来接您。明天来接我的时候是兰博基尼吗？必须的，兰博基尼配我的哈尼菜。咱们打比方说啊，外星人真来地球了，就愿意跟你接触接触，那你作为地球上代表，能不能进行亲切友好的会晤？不能。我推测啊，真实的外星人肯定是长相狰狞，性格残暴，没有办法跟人类沟通。那你这个啊，你这就属于对外星人的刻板印象。那万一有能沟通的呢？那我就回答是《三体》里边的一句名言：不要回答，不要回答，不要回答。不是，咱就说万一啊，这外星人你处着处着，发现他还不错呢。物种不同，无法共同。地方太小，厕所也太小，没法共。丽丽，你快一点，小猫都画地图了。别误会，我这么早您就出去？今天是个好日子，心想的事儿都能成。今天、明天都是好日子。太爷，这儿呢。嚯，嘿，这回发。你爸在地球上混得不错啊。他是做什么的？他是个体验派，什么都做。对了，他在外星是做什么的？他是维护母星周围的小行星散热系统熵减效应的技术人员。这么厉害？地球上就是一修空调的。哦，那他为什么离开母星呢？在我们母星啊，有1/1000的人有基因缺陷，就是他们天生有一种混乱的无用的机制，就是爱。哎呀，说着就恶心。你的意思是，你们不需要爱？当然了，要那玩意儿有什么用？不过你爸爸隐藏的挺好，我都没有看出来。后来有了女儿，他就露馅了。也许是怕政府发现，所以他也逃跑了。走，转一圈去。你想去哪儿？你住哪儿？啊，这你家啊？啊。哎呀，你给我找双鞋套吧。没事儿，我不嫌你脏。我怕我鞋脏。哦。给，鸳鸯的。够有钱的，专门那个房间堆垃圾。请坐。我还是站着吧。好。我也不贪，把兰博基尼给我，咱俩就两清啊。那不是我车，是我一富二代朋友的，他家里车太多开不过来，担心有的车太寂寞受冷落，所以就雇我帮忙溜车。这就是你工作是吗？不全是，老年大学还雇我帮忙溜轮椅。我跟我爸一样，也是个体验派。别说废话了，你不说你爸给你留个理财富吗？赶紧拿出来。好。哇哦！这儿呢。啊。我爸留下的唯一财富
就是我。我去，我正式把我自己送给您，您初到地球，我就是您的地陪。从今天开始，我会一直陪到给您养老送终。你不是财富，你是坏债。嗯，阿姨别走啊！你的财富不要了吗？你把鞋套还我行吗？你能不能别老跟着我，吵死了！我也没说话呀。你听不见你穷的叮当响吗？我是穷，但我可以挣啊！我今天溜车还赚了100呢。罚单200。你先借我100。也就是说，如果我是外星人，你也不会喜欢我。可是你不是啊。那我如果是呢？你是吗？我不是。哎呀，干嘛非要跟外星人扯上关系啊？哎呀，这么跟你说吧，如果你要是外星人，在你的世界里，我也是外星人。那2个对方眼中的异类，干嘛非要凑到一起呢？我就是一个普通人，想找一个普通的女孩谈恋爱、结婚，过普通的生活。这样想有什么不正常吗？哎呀，不就是一个开脑洞的问题吗？干嘛那么走心啊？我就是想有一个人，哪怕我跟其他人都不一样，也能接受我。你今天不能走，你今天得跟我说。我得走，我跟你说多少遍了，我都不行，我听不明白呢。你今天说什么都不能走。不是大妈，我找了你好几天了，哪儿去了？大妈，你要这样的话，那我就得跑了。你这站住！你这个狗流氓！你站住！你这个狗流氓！你给我站住！你往哪里逃你？啊？妈妈，没事吧？这人怎么的了？你问他，他干的好事儿，孩子都有了，你说你怎么赔偿我？啊？孩子是什么？赔偿啥呀？这是美好的爱情。哦，嗨，那你俩聊吧，我管不了这事。丽丽，不是我，是我家姑娘。啊，姑娘啊，那我也管不了。我家姑娘是一个专门上你抹配的纯进口的边牧，我花钱叫她帮我遛，结果呢，她让我家姑娘被一个流浪土狗给那个了，还剩了一窝杂串儿。串儿怎么了？串儿最聪明。大妈，我实话告诉你，我就是串儿。哎呀，你要是拿自己当论据的话，有点不利于你这个论点了。你根本就不懂，我能感受到动物的情绪。我已经明确感受到了，他女儿和那个土狗是真心相爱的。我这是成人成狗之美。你美个屁你！我家姑娘原本是要跟一个纯血统的边牧配种的，这下好了，彻底变质了，你必须得赔我。大妈，什么血统、品类、物种、族群，都只是愚昧又可笑的人类给贴的标签罢了。这件事本质上就是2个相爱的灵魂在茫茫宇宙中产生了情感和欲望的量子纠缠。有道理呀，是吧？其实我们人类呢也是一样的，终其一生，所有的努力都只是为了可以找到那个彼此共振的对方，不是吗？是。所以不美好吗？美好。所以不用赔钱了吧？微信支付收款到账。早赔偿，不就完事儿了吗？谢谢啊，钱我会尽快还你的。这个事儿我就不追究了。那你说这窝串怎么办？啊，这样，您明天送我爸宠物店去，我帮你联系着让人领养了。你可说定了啊？啊。
谢谢啊。哎，陌生人的温暖总是让我很感动。我叫李才，你这个朋友我交定了。没事儿，你要搁平时你这闲事我也不爱管。今天正好撞我情绪点上了。啊，那咱俩加个微信吧，我扫你。我跟你打听个人呗，你认不认识一个阿姨？脾气有点暴，性格有点骚，衣服上落个鸟，长得还带点美貌。衣服上落个鸟，落鸟的话，我倒确实想起来一个人。他咋的你了？她是我爸的前妻。他是你爸前妻？啊，不可能，你认错了。真的，我告诉你个秘密，这个秘密一般人我也告诉他，我爸是外星人。你爸是外星人啊？你说那个人儿是你爸前妻啊？你是我妈前夫的儿子啊？那你是我弟弟？弟弟？今天真倒霉，你说。妈，我有个事儿想跟您倾诉倾诉。说。我觉得丽丽今天有点奇怪。她一直就很奇怪呀，你是第一天知道吗？对呀，她一直很奇怪。你不就喜欢她奇怪吗？不然你们怎么在一起呢？啊，如果说她样貌改变了，就是说她变得面目全非了，已经都看不出人样了。怎么，你要好这口啊？还哪儿跟哪儿啊？李丽丽就是变回外星人，她也还是那德行，她就是她。我没有说她是个外星人，我就是打个比方，就是假如她是个外星，假如她不是地球，她就哎呀，我不能再跟你说了，我得上酒吧打听点事儿。您不刚回来吗？哦，他的怪是遗传。下来吧。哦，下来。我说你人下来吧。人也得下来啊。其实我一直都想有个姐姐。我从来没想过我还有个弟弟。天哪，我终于有家人了。你不是有妈吗？我跟我妈没有什么感情。在我们那儿，政府给发一个养育手册，妈妈按照说明书一步一步把孩子抚养长大就行，根本不需要投射感情。所以说，在我来地球之前，妈妈对我来说就是一个代号，一个称呼，就跟这杯子、椅子还有那秃子没有什么区别。天，原来咱们母星是禁欲系啊，这也太酷了！我终于明白为什么我不正常了，我一定是太随咱爸了，所以才和地球格格不入。那你真想多了，咱爸就是因为跟母星格格不入才来的地球。从某种意义上来说，他更像地球人。也不知道他来的时候有没有跟我一样的困惑，在母星是个异类，到了地球又是异乡客。这种孤独感，你有感受到过吗？完全没有啊，因为我是外星人和地球人的混血，所以我是外地人。地球上到处都是外地人。你心态倒挺好。跟咱爸学的，他说人生漫漫，快乐最重要。咱爸当年离开的时候，我还太小了，我对他都没有什么印象了。
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？我印象中，他爱我妈，但不爱洗澡。他爱给我做饭，但做的所有菜都是糊的。他有一辆28自行车，小的时候总带我去抓蜻蜓。我有证据。哪儿呢？嘴里。啊。哦，我缺颗牙。我怎么感觉是你偷吃糖太多的证据呢？错，这颗牙是他骑车带我去抓蜻蜓，一脚把我从后车上踹下来，摔没了。咱爸脚法还挺准。哎，对了，他睡觉的时候说梦话，说的是你们的语言，我录下来吧。我给你找找。哎，这个。我的名字。这应该大概是现在的样子。他化名李不在，帮我打听一下。我去，他们俩碰上了。姐啊，这都听多长时间了，手机都听没电了，你听不腻啊？哎，这咋还听不动了呢，姐啊？我想起来，我爸走那天发生什么了。啥呀？那天，我爸说要带我离开，去一个美丽热情的星球。到那之后，就可以开始崭新的生活。他说的就是地球。嗯。但是，快要上飞船的时候，我突然想起我妈了。我想着，我要是走了，就再也见不到她了。而且她同时失去我和我爸，那得多伤心呢。然后我就甩开我爸的手，往家的方向跑。那就是我最后一次见到我爸。这个人了，姐。没事儿。这孩子没事儿。妈。哦，这个是我知道。爷，你知不知道我爸离开你们那天？我知道你恨恶及无不稀罕我，但我是真的想介入你们的生活。这么说吧，你要是不同意，我就哭死给你看。
这货要是赖上你，就甩不掉了。你确定想要这个弟弟吗？至少我现在觉得没那么孤单了。还是那句话，父债子还，以后你挣的钱按比例上交给我。凭啥还呢？我妈认你了。啊？啊，这意思吗？好了好了。停电了，欠费了吧？丽丽，我明白了，我知道你为什么不高兴。为什么呀？因为你就不是一个普通的女孩。你都知道了。我是一个普通到不能再普通的人。我曾经说过，要找一个普通的女孩，恋爱、结婚，过普通的生活。但是今天，我才反应过来，我喜欢上你，就是因为你不普通。你比我见的每一个人都要奇怪。啊！我们在一起的每一天，你都会越发的奇怪。正是因为你的奇怪，在我眼里，才是最珍贵的可爱。我不管你是谁，你是通缉犯，还是外星人，或者是千年老妖，你就是你自己，是我一直想要在一起的人。其实我，你知道，如果你现在告诉他，你真的是外星人，他会吓晕的吧？我没准备说呀。其实。不是我，丽丽，你瘦了。那个，其实我想给你介绍一下，这我弟，同父异母的。哦，小舅子，姐夫。我有姐夫，姐夫，你刚才说的太感动了。浪漫的代价就是糟心的辣油。这沙发挺舒服，这么不见外，第一天来就住下了。行，沙发上对付一宿吧。那你就对付一宿吧。我跟我姐这么长时间没团聚了，今天晚上再好好唠一唠。你早点睡啊，姐，姐。比他姐还奇怪。据我观察，现在人类的眼睛就是一个标签机，他们根本没有花时间去深入内心了解一个人，都是通过给对方贴标签的方法把他们归类。虽然像我这样表里如一、人见人爱的生物不多，但是我还是希望大家通过时间而不是标签去认识彼此。就像他，乖巧可爱、机敏活泼。不过人类呢，偶尔
好了，别踩了。地球上的人有记忆，还没有去全世界旅行。10万光年小角落的银河系，围绕太阳旋转的第几个行星？呼吸，小心翼翼。